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，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。偏偏郭玉是个不信邪的，在公司工作了1年之久，他表面上看着挺风光，做着老总的秘书，拿着各种优秀员工的奖励，就连年终奖都是一笔可观的数目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自己这1年来的日子过得有多委屈。老板杨伟达是个老色鬼，经常对郭玉动手动脚，关键他还无法反抗，因为自己很需要这份工作，而且从农村出来，郭玉的胆量也比城市女孩要小一些。既然知道没有资本跟人家斗，除了默默隐忍之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直到老板提出要出差，郭玉这才怂了，连忙询问了律师，并决定要打官司，要不然自己这一辈子都毁了。先不说郭玉的行为是不是鸡蛋碰石头，关键他手里连证据都没有，除非找到之前被杨伟达骚扰过的女孩子出庭作证，要不然这结局只能是输了。可所有人都在忌惮杨伟达只手遮天的能力，更害怕舆论会毁了自己安宁祥和的生活。只有夏琳琳一个人敢出来指认杨伟达，甚至还拿了不少的证据。说起来，夏琳琳应该是所有受害者中结局最可悲的一个女孩了吧。当年跟着杨伟达一起出差，莫名其妙被灌了很多的酒，当晚他就丢了清白，这已经构成刑事案件了。杨伟达只能撒谎说自己会离婚，然后给夏琳琳一个名分，可结果呢，还是无缘无故被辞退了。因为过不去心里的坎儿，导致夏琳琳的婚姻成了悲剧，再加上精神压力太大，导致她沾染了毒品。不得不说，夏琳琳的演技还是很棒的。作为一个刚从戒毒所出来不久的瘾君子，她手足无措的模样，别提让人有多揪心了。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，情绪紧张之时，还会忍不住去蹭鼻子。提到被杨伟达骚扰的画面，哭的那叫一个崩溃，甚至连鼻涕都流出来了。这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，自毁形象算是不小的挑战。也是因为夏琳琳的出场，才让人明白郭玉的大喘气台词有多打脸。按理说她才是整个案件的女主角，可不知为何，观众就是喜欢不起来。不仅仅是因为郭玉在打与不打官司之间的来回纠结，光是在说台词的时候，就有种很别扭的感觉，似乎在说每一句话，她都要深吸一口气。听了多了，反而会觉得是演员自身的问题。夏琳琳只是个证人，出场不过10几分钟的时间，却能把郭玉整整7集的风采都给抢走，这就是好演员的实力。再加上这个案子的确拖得太久，如果说郭玉演技到位的话，观众只会看得意犹未尽。可恰恰是因为他的大喘气台词和大喘气的人设，反而把观众的耐心都给磨没了。如果整个案件的女主角换成夏琳琳的话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感觉呢？